然后他跟我说，如果我们两个以后在一起了，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进入这个二次元的桌游世界。没办法，只能说不在兴趣爱好的周边找，再先找女生，然后再把那个女生拉过来，能感觉到他是对前妻各种不满，所以导致他们离婚。他要找下一个妻子，唯一的要求就是所有他前妻犯过的错，这个妻子都不会再犯。好窒息啊！然后，但我觉得你如果有这个经济条件的话，也就可以，对啊，你花得起，你无所谓嘛，对吧？但是就你做事情，你总得对啊，跟自己的这个经济实力还是得要相匹配吧？就你要靠借钱来就是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那你这生活怎么过呢？那我觉得这也不是你挑啊，我觉得这很正常啊，我觉得啊。就算是那个下午我累得不行，只见了1个或者2个，差不多也是50人肯定有了啊。那这个基数也算比较大了啊。那你有没有碰到过什么特别奇葩的？来说说你的奇葩的例子。其实普通人还是真的很多，大家都是在那个公司上你见过的那种人，他可能就是跟你做的职业完全不一样，但他就是一个普通的那个萨拉利嘛，工薪阶层。然后就是他们可能兴趣爱好，有一点特殊那种，然后比如说我见过一个，他兴趣爱好，你从他外表就能看出来，他就是一个二次元的宅男，你知道吗？然后外表他也是完全符合你对那个二次元宅男的形象，双肩包，然后戴一个眼镜，然后头发也是看着油油的。他那天我觉得他已经是做了他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得很清洁了，然后身体没什么味道，然后坐在我对面，然后问到兴趣爱好的时候，他就从包包里拿出一叠他们那个就是用卡片桌游，然后做游戏打游戏。我比如说有这几个那个女孩子的那个卡片，然后我比你的那个要怎样怎样，具体规则他给我讲了，我完全记不住，因为我对这个二次元的这个桌游我也不太感兴趣。然后他跟我说，如果我们两个以后在一起了，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进入这个二次元的桌游世界。然后他说，我对所有的女孩子都没有别的要求，我只有这一个要求，就是跟我一起享受我自己的爱好。他说，那我当时就想问，我说你为什么在这个平台找啊？你干嘛不去你那个附近那个找？我当时问我说，你那个身边没有这样的女孩子吗？他说，我们在一起玩的都是男生，没有女生。然后就是他也挺那个想找共同兴趣爱好的这个女生，没办法，只能说不在兴趣爱好的周边找，再先找女生，然后再把那个女生拉过来，然后如果我对这个二次元桌游感兴趣的话，没准真就成了。但是这个对我来说哈德勒还是有点高，然后当时不行。这个是其中一个。这个总体听下来，就人本身是个好人，也谈不上什么三观的问题或者怎么样，就是这个爱好有点小众，对，有点小，有点跟你实在是搭不上边。然后在这个男生其实挺好的，我说奇葩只是他这个兴趣爱好实在是特殊了一点。然后另外一个我感到当时就是很内心不快的，就是一个已经离过婚的男人，然后平时的兴趣爱好就是在家听巴赫，然后那个大学那个毕业论文也是写的那个什么古典音乐，然后感觉他做人特别特别细致，特别特别要求高，然后他是离过1次婚。然后他当时跟我见面的时候提出来的那个各种要求都是特别特别细致的，因为能感觉到他是对前妻各种不满，所以导致他们离婚。他要找下一个妻子，唯一的要求就是所有他前妻犯过的错，这个妻子都不会再犯。好窒息啊！然后他当时就是问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家洗澡的时候不是那个日本是那个浴池里面放洗澡水吗？你们家洗澡的时候那个洗澡水是洗几个人之后才放掉？你知道日本那个传统家庭它是那个有那个加热功能的嘛，浴池反复用。对，然后比如说那个他们古早的那个日式家庭就是让爸爸先洗，爸爸下班之后爸爸先洗，爸爸洗完之后孩子洗，然后几个孩子洗完最后老婆然后洗完，然后把那个浴室都打扫干净的那种。这个男人他就是一个传统的日式家庭。我们先那个有很多可能
看这个视频的人，很多国内的不太了解，就是日本的这个洗澡不是说什么脏着身子大家浸泡这个水里面去洗，不是，他们一般都是在那个淋浴的地方先把自己身体洗干净，洗干净了以后，然后再泡到在干净的状态下泡到那个浴缸的水里面，这是温泉文化嘛。对，温泉文化，所以就是那个水本身可能不是洗脏的人，本身就是干净的人进去的，所以才会说一个家庭里面大家一个一个轮流进去泡，这样的话就不至于浪费水嘛。那个水凉掉了，它有那个加热的功能，对，就是他们日本的那个传统的都是这样的。这个男生就是在一个传统家庭，他家就是他爸爸洗完，然后自己洗，然后妈妈洗，他们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水用到最大限，3个人都洗完才放。他原来结婚的那个老婆，他们家就是那种可能比较富裕啊，或者是比较在乎这个，就是洗完一个放一次水，再接新的水，然后下一个人洗，就是一家如果有3口人就会接放3次水，然后他就跟老婆结婚之后，他洗完澡就把水就是留下了，想让他老婆洗，然后他老婆就是进来那个浴室就把水放掉了，然后再重新接的水。在他看来，这就是一个大逆不道，就非常浪费的一个行为。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就用一个缸子的水洗呗，我也挺干净的。后来说实在不行，让老婆先洗，然后他回头接着洗，他也认了。结果老婆洗完，然后老婆自己就把水放掉了。老婆也觉得就是自己的洗澡水再让老公洗是很恶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可能就是在这个洗澡上，那个非常价值观不合吧。然后他就问我，你洗澡是洗完一个放一次水，还是说你全洗完了，然后你可不可以容忍就是我洗完的水你洗？然后当时我想了想，咱们中国人基本上没有那种说一个人洗好几次的嘛。但是我也不会说是就是你脏了我就不洗了，我说这点我说可以，我说如果那个可以2个就是同一个家庭使用一个洗澡水，然后当时就非常满意，我看见眼睛里面就是满眼的那个赞同，或者是那个就是这个女人可以的那种眼神。天哪，好可怕！然后后来就说，然后他又问我一个非常细节的问题，你晚上睡觉要不要开空调？然后我说这什么问题？大热天睡觉肯定开空调啊！我说那个晚上睡觉是要开空调的呀。然后他又接着问，那你空调是定时的吗？就是2个小时之后自动灭掉，然后晚上热醒了再开的吗？然后我说不啊，我说我是很怕热的，我就是家里一定要是25度空调，然后恒温的，然后晚上睡得很舒服，毕竟累了一天了嘛，晚上睡觉睡眠挺重要的。然后当时他就突然沉默了，一下子失望了。他跟我说，他说那个原来结婚的时候，他老婆就是一个跟我一样的人，一定要那个家里一直都是25、6度啊，这种比较凉爽的那个室温，晚上睡觉也要一直开空调，然后他就受不了，觉得又浪费电，然后对地球也不友好，然后那个他是一个很不怕热的人，然后他就觉得开空调晚上睡觉很冷，然后跟老婆过不到一起去。他说这个空调的事情也是我们2个离婚的一个重要原因，然后就看他一脸的失望。然后我当时就想，那晚上睡觉开空调不是很正常的一个是啊那个呀，那人家都结婚了那个夫妇，人家2个一般是怎么过的？当时我就特别疑问，然后我问了身边的日本人，然后日本人就说那肯定是奔着舒适去啊，对啊，谁也不会奔着那个遭罪啊，对啊，让自己难受啊。那如果老婆这样的话，那就自己想办法跟着老婆那个舒适的方向走呗。我要是实在是怕冷，我晚上就盖个被子啊。然后就是这种一下子就问得很细节，你就感觉他是从他前妻身上的那个 minus point， 然后在你这边如果都是对号，他就可以和你结婚。然后当时我听的就是哎呀，这个人不行，我跟他在一起结婚以后，我每天都要接受考验一样，就是完全他前期的那个失败点，我要一个一个去克服，才能跟他一起过日子。这个也不行。这个男的就对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他真的是问的太细节了。这个有点吓人哦。对啊。然后说这个是那个次拜嘛，就是大手。后来我还去了一个那个比较小众的，就是兴趣爱好相同的人，然后他在里面登录的那些就是人，男生女生都是相同爱好的人。我当时是骑行嘛，然后就是骑那个公路车、自行车，然后我就去报了一个专门那个群，里面所有的人都是骑公路自行车的人，然后我也参加了那个他们的那个event，都就是大家一起骑行什么的，然后也挺开心的。但是
就是介绍给我的一个男生，他是一个特别 stoic 的，就是怎么说，自律，过分自律了，就他每天就是吃的东西，他可能就是真的是刚入门的那个骑行圈的时候，他那个人都是这样的，特别投入的，首先装备都要最好吧，然后其他的就是吃东西也是。因为骑行还是对体重要求挺高的，基本上就是蛋白粉，然后就西兰花，鸡胸肉，萨拉达，就是像那个什么碳水啊，也都是那个不要精致碳水，也都是那种一定量的，就是对自己要求特别高，在吃上，然后再就是锻炼，每天一定要早上锻炼，晚上锻炼，然后周末一定要骑够多少那个距离，这样的特别 stoic 一个人。我虽然也是 stoic， 那个时候就是也是那个对自己体重控制的也挺严格的，但是我是一个很重视吃东西的人，就是你可以吃的健康，但是你不能以蛋白粉为主食，他就问我，如果咱们2个人一起过日子啊，我早上只喝蛋白粉或者中午只喝蛋白粉，晚上出去吃饭一定要选那个 steak，牛排这样的，你能不能接受？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不行，如果真的是专业运动员，我还可以为你牺牲，但是大家都是兴趣爱好嘛，对呀，我也不能把自己的饮食结构完全换成一个专业运动员的饮食结构，当时这个我也不行。那个一起兴趣爱好的那个群，其实我还真有几个挺兴趣相投的，但还是当时他们那个太过自律，或者是有一些男生就是他赚的不太多，但是他那个设备很贵的，对，他在那个他上面花了很多钱，就是贷款买那些很贵的那个自行车，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就是那么就是卷设备，卷装备，你有多少钱你骑多少，只要你在骑行的路上快乐就好了嘛。对啊，然后他们就是家里要好几台车，就是装饰在墙上的那种，然后要是有什么最新的那个技术的东西，他们也要买回来试一试。他并不是说把快乐用在路上，他是就骑的过程中，他是把那个快乐用在卷装备上。这种虽然一起骑一起聊车也挺开心的，但还是在这个兴趣爱好范围内的价值观也不一样。这都是反正也是我自己事儿比较多，挑的比较多，可能在别人看我也有很多不足嘛，这个女生怎么这么多事儿啊那种。但是我听你这么说的话，你比如卷装备这件事情，你2个人一起生活过日子的话，这个男的要靠贷款来去买这些装备的话，那日子怎么过呢？这也算很正常吧。现在的那个公路车真的是越来越贵了。我刚入圈的时候，那个才2010几年、2009年啥的，那个时候自行车没有那么贵，而且骑的人很少，大家都觉得有一辆车一定要骑到报废的那种，就是真的是很对自己的装备很珍重，就是很重视的那种。大金你随律，现在真的卷的都不像话了。但我觉得你如果有这个经济条件的话，也就可以，对啊，你花得起，你无所谓嘛，对吧？但是就你做事情，你总得对啊，跟自己的这个经济实力还是得要相匹配吧？你要靠借钱来就是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那你这生活怎么过呢？那我觉得这也不是你挑啊，我觉得这很正常啊，我觉得再就是我看上人家觉得对方挺好的，但人家觉得我可能不好，这种情况也有很多很多，这个东西都是双向的嘛。对，所以说就是一直都还单着。然后我当时还在继续找的时候，人家已经第一个孩子已经开始怀孕了，其中一个女孩子是个大美女，那个女孩子当时她是有交往的男朋友的，她男朋友一个月年收才400多万，她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没有未来，所以她跟这个男生是照样 dating，但是她就回头在婚姻指导所找条件更好的，就日本女生她就是特别看得开，我结婚就是要一个这样的生活，但是恋爱是恋爱。Insta 上发了很多的那个 Instagram 发了很多照片，真的是豪宅，然后门口停了辆宝马，然后这样我就看他马上就是这边离婚，那边差不多第2年人家那边就结婚，马上连上了，住上大 house 了。